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6.5万吨核航母即将亮相，可搭载54架舰载机，号称全球第3海军。航母作为海上威胁别国的利器，如今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主要目标。此前有消息称，亚洲首艘核航母即将亮相，战力堪比美海军，吸引了不少国家的目光。航母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是不少国家梦寐以求的装备。但想要成功的建造一艘航母，谈何容易？除去必备的技术外，还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据了解，拥有11艘核航母的美国仍未停下建造航母的脚步，已经正式开启第4艘福特级航母的建造计划。目前该国还有3艘航母正在建造中。不难看出，航母就是美国威慑他国的底气，也因此一直在为推进航母建造计划下功夫。相关人员称，为了确保自己的优势，美国计划一口气建造10艘航母。如今俄乌局势愈演愈烈，美国为了使盟友放心，下令将航母停留在地中海，推迟原定至中东的行程，方便给乌克兰底气，好继续与俄罗斯对抗，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专家称，美国这样做或将加剧边境紧张局势，俄乌两国想要恢复和平，恐怕是难上加难。多年来，美国经常利用航母进行军事威慑，别国也都见怪不怪。其实，除美国外，还有一个国家不甘落后。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国梦，印度也开始对军队进行改革，有了建造亚洲第1艘核航母的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自美国将战略重心放到亚太地区以后，印太局势发生极大变化，印度不得不启动新一轮发展规划，海上力量就是其中一个。此前，该国第1艘国产航母进行海试后，国内欢呼声一片，但相关人员却称，这艘航母表面看是印度自己制造，实际上大部分零件还是从别国引进，仍然是一艘万国造航母，并存在不少问题。但印度并未意识到航母发展上的错误，反而认为自己有自主建造核航母的能力。据了解，早前印度首艘核航母维沙尔号计划就已问世，数据显示该航母排水量达6.5万吨，顺利的话能搭载54架舰载机。不仅如此，印度还会投入60亿美元为其装备核动力装置以及电磁弹射技术。在印度眼中，这样的航母战力直逼美海军。美国也吹嘘说印度是世界第3海军强国。不过在外界看来，这不过是美国捧杀的一种手段。以印度现阶段的自主研发能力来说，根本不具备制造核航母的能力，最终的结局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航母是世界先进海军的战略重点，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印度，都在积极引进新型航母。日本、韩国和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入航母俱乐部。但最让外界关注的是即将服役的中国第3艘航母，即003型。它有望将中国海军的战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数十年来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海军也在建造新型超级航母。美国新一代航母首舰福特号航母已于2017年服役，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它仍然是目前最大、最现代化的航母。中国003型航母在尺寸上与美国航母非常接近，将其描述为超级航母并不为过。报道称，卫星照片显示003型航母安装了3具弹射器，其中2个在船首，1个在斜角甲板。相比之下，福特号和尼米兹级等美国超级航母装备有4具弹射器，包括船首的2具和斜角甲板的2具。但中国新航母的弹射器数量多于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报道称，中国003型航母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飞机的起飞方式，它采用经典的弹射起飞、拦阻降落，而前2艘航母是短距滑跃起飞、拦阻降落。与福特号一样，003型被认为使用电磁弹射器而不是传统的蒸汽弹射器，从而可以保证更高的出动效率。这是一项尖端技术，尽管几经改装，但直到目前，福特号采用的电磁弹射装置都存在可靠性低的问题。但不应该假设中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跳过蒸汽弹射，直接进入电磁弹射时代的做法是务实的。报道称，拥有弹射器后，中国003型航母将可以搭载更大型的飞机，包括新型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它在作战效能和外形上都与美国航母上的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非常相似。此外，预计将上舰的还包括 FC-31隐形战斗机的舰载版，
它大致相当于福特号搭载的 F-35C 闪电2隐形战斗机。最近 FC-31战机的全尺寸模型出现在武汉的测试平台，考虑到舰载版的 FC-31隐形战斗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投入使用，因此003型航母早期可能会使用弹射起飞版本的歼15舰载战斗机。福特号拥有3部飞机升降机，比之前的尼米兹级航母少了一部。尽管如此，它们与电磁弹射器的高效组合，提供了尼米兹级更高的出动效率。报道称，中国003型航母只有2部巨型升降机，它们都位于右舷，分布在舰岛前后，而不是像福特号那样都在舰岛前方。这可能与福特号的舰岛位置靠后有关，但报道认为003型航母前升降机的位置过于靠近前方起飞点的挡面板，这可能会限制它在飞机起飞时的使用。在表面上看，由于升降机较少，中国航母拥有更大的可用甲板面积，但这意味着中国航母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将飞机从机库移动到飞行甲板上，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报道认为，之所以中国003型航母采用这样的设计，很可能是受到辽宁舰的苏联航母思路影响。总而言之，中国003型航母整体尺寸相比美国福特级航母略小，弹射器和飞机升降机也较少，这可能会降低出动效率。福特级航母是基于美国海军数十年大型航母的运作经验而展开的大胆飞跃式设计，而中国003型航母也应该非常强大，但它可能仍受到一些苏联设计的限制。报道承认，我们仍然不清楚关于中国003型的很多细节，但中国航母的最终战斗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舰艇成员素质和海军学说。虽然中国海军在大型航母的运作经验上不如美国海军，但在投入大量资金和使用经过2艘航母近10年的实际运作后，中国正在迅速积累航母使用经验。近日 CNN 以中国江南造船厂大幅拓展造舰规模为题发表文章，引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称，中国最重要的海军造船厂之一，位于上海长江口的江南造船厂，在过去10年里扩建了6成，从2011年最初观察到的占地约7平方公里扩大到2018年的11.5平方公里，并且增建了2个造船生产区。美国智库安全情报局中国实力项目研究员马修·奥夫奈尔称，江南造船厂负责制造一些中国最先进的战舰，在这个造船厂制造的装备构成解放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卫星图像显示，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战舰之一——055导弹驱逐舰。江南造船厂出现了显著的造船和西装活动，包括多达5艘052D 导弹驱逐舰和至少2艘055驱逐舰。奥夫奈尔对比中美海军造船工业后表示，中国军用舰船生产能力的迅速崛起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美国在船舶的质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近年来其舰队面临着源源不断的事故。美军第7舰队在亚太地区2次致命的海上碰撞严重损害了美国海军的声誉。美国政府报告声称，要修复状态不佳的造船厂需要几十年时间。与之相比，中国舰船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化设计，中国海军可随时投入使用的舰船数量也比美军要多。未来几年，这种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美军此前发布报告称，中国迅速扩大和更新海军装备。CNN 报道称，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古老的造船厂之一。江南造船厂只是中国海军众多大型造船厂之一，其规模正在稳步扩大。2011年首次通过卫星观测到其规模时，江南造船厂的面积仅为7平方公里，如今它的面积达到了11.5平方公里。与快速拓展的建造组装军用舰船厂房面积相比，商业港区的面积在过去7年中几乎没有变化。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江南造船厂增建了2个造船生产区，同时正在建造一个新的组装厂和注水船坞。通过观察到造船厂主要船台和港内西装活动，可以统计出多达5艘052D 驱逐舰和至少2艘055型驱逐舰。055驱逐舰比大多数的美国、日本和韩国驱逐舰吨位更大，作战能力也更强。在江南造船厂发现的其他船只中，中国自主建造的雪龙2号破冰船尚未完工。不过，这艘大型破冰船未来可能用于北极地区。外界传言的正在江南造船厂建造中的中国第2艘国产航母，卫星图中并未看到相关痕迹。安全情报局专家推测称，船厂肯定有新的建造设施，但现在判断是否就是004型航母的建筑工地还为时尚早。据巴西媒体报道，中国的新型涡轮发电机组已经全面投入使用，可能为未来中国航母的电磁弹射器和未来驱逐舰的电磁轨道炮所需的巨大电力提供解决方案。
而这个方案也会使电力的利用更有效率。事实上，像电磁弹射器和电磁轨道炮都需要大量的电力，使用全电力系统能使其更好地使用推进动力。中国的003型航母还可以搭载歼15以及未来的歼31、歼35，预计可容纳48架固定翼飞机，而辽宁号和山东号分别只能搭载24架和36架飞机。可搭载的飞机越多，其战略打击能力就越强。虽然中国现代海军的起步较美国晚，中国海军在大型航母上的使用经验也不如美国海军，但我们必须得看到中国人在不断地推出新的航母，使用新的技术。现在的003型航母已经可以在许多方面比肩美国福特级航母，超过法国戴高乐航母。未来的004、005，相信一定可以超过福特级航母。我们只需耐心等待，相信国家。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